Hello，大家好，我是不预测股市只真心分享价值的 Kevin。这期影片我要跟你分享的是台美股 ETF 的大 PK， 一档是我们台湾最具代表性的0050，以及另外一档是我们美国最具代表性的 SPY。那这两档 ETF 我们一起来比较，看哪一档 ETF 更适合你哦。那如果是初次来到这频道的，这频道主要是分享台美股的投资知识。如果各位想要了解更多台美股的投资知识的话，欢迎订阅追踪。我会在这边每周分享有用的投资知识，相信对你会非常的帮助。也可以订阅追踪我的 IG 还有脸书哦。让我们马上开始。首先我们今天要比较的项目有几项哦。第一个是 ETF 的特性，再来就是 ETF 的费用以及 ETF 的报酬。那我们就先从特性开始吧。元大台湾50卓越 ETF， 它的股票代号是0050，那它的发行商呢是元大投信。那 SPDR 标准普尔500指数 ETF， 它的发行商则是道富集团。那这两家公司都是非常有名的公司。那 SPY 这档 ETF 它是美国第一支指数型的 ETF， 是非常非常的历史悠久。那他们两个的追踪领域呢，元大台湾50卓越 ETF 它所追踪的领域是台湾的前50大的企业。那 SPY 的部分的话呢，则是追踪美国500大企业。那他们这两档 ETF各占领台股跟美股市值都超过80%以上，所以是非常的具有代表性的。那发行日期的部分的话呢，0050是从2003年就发行了。那 SPY 的话呢，则是最早的它是在1993年呢就已经发行了。所以说呢 SPY 它相对于0050来讲它是历史更加的悠久。那交易所的部分的话呢，0050是在台股上市，那 SPY 的部分的话呢，是只有在美股上市哦。那持股数量的部分的话呢，0050它是持有台湾前50大公司。那 SPY 的部分的话呢，它原本是想要持有500家公司，但是呢，其实它会有一点变动现在的话呢，是507家公司。所以我们从这边可以看到它持股数量的部分的话呢 ，SPY 是更加的优异等于是说你买一档 ETF， 你就成为了507家公司的股东，是不是很棒？那在产业分类的部分的话呢，元大台湾50卓越 ETF， 它的70%是属于科技类，然后13.5%呢是属于金融服务业，然后7.1%呢则是属于材料类。所以我们可以看到0050这档 ETF 它可以说是就是科技股就是一档科技类的 ETF， 而70%是非常非常的高的。那各位知道 ETF 的基础概念是什么吗？ ETF 的基础概念就是低成本、低周转费，还有分散投资。那0050在分散投资这方面的话呢，看起来是没有做到非常的好那 SPDR 标准普尔500指数 ETF， 那它呢的科技股的部分的话呢是 26.9%， 金融服务类的话呢是 13%， 卫生保健类的话呢只有 12.9%。所以我们可以看到 SPY 这档 ETF 它相对于0050来讲，它分散投资是更加的完善的。我们直接拿来比较可以看到非常的明显嘛。0050就是科技类 70%， 那 SPY 的话呢就是非常的分散所以如果你是注重在分散投资部分的话呢，那 SPY 的话呢绝对是你更好的选择好，那我们接下来看一下企业占比的部分。那首先我们来看一下台湾50卓越 ETF， 它的前10大公司就高达了 67%那其他的40档公司的话呢，只有占领 32%。那元大台湾50卓越 ETF， 其实这档 ETF 它的台积电比例就高达了 50%。这个意思也就是说，它只要一档股票上下波动的话呢，对我们整体基金的报酬就会造成非常大的影响。那 SPY 这档 ETF 呢，它的前10大公司呢只有 30% 左右，那其他400大的话呢就是在 70% 左右。所以 SPY 它相对于0050来讲， SPY 一档公司的涨跌，其实对我们整个基金来讲的话呢，影响就不会这么大所以说呢，在企业占比的部分的话呢 ，SPY 它相对于0050来讲它是更加的优异的那市值规模大小的部分，0050是 63.2 亿美金，那 SPY 的部分的话呢，则是 412.9 亿美金。那为什么我们要看市值大小呢？主要有2个原因。第一个原因就是你市值越大的 ETF， 它就越不容易下市。你可以想想看，基金公司它要营运一档 ETF， 它当然要费用那个费用就是我们的内扣费用那边扣取的。所以说呢，当你的基金越大，那
基金公司呢，它的内扣费用就不用这么多，就可以进行经营了。所以说呢，当你的基金规模越大，那我们的内扣费用就可以压得越低。那第二个原因就是市值越大的 ETF， 它越不容易倒闭。你可以想想看嘛，你那么大，那对基金公司来讲一定是一个金鸡母嘛。但是如果你的市值非常的小，只有几千万的话，那基金公司还营运你，那搞不好都亏钱了，谁还要再继续营运基金呢？对不对？所以说呢，如果你的 ETF 非常的小的话呢，那就是不是很好的投资标的哦。好，那这两档 ETF 呢，其实他们的市值都是非常非常大，都是非常不错的哦。好，那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 ESG 的评分。那元大台湾50卓越 ETF， 你们觉得它的 ESG 的评分是如何呢？那 ESG 的评分，它的 E 就是 Environment， 也就是环境的部分。S 的部分的话呢，则是 Social， 也就是社会责任。那 G 的部分的话呢，则是 Government， 也就是公司治理。那 ESG 指数，你可以把它看成是一个爱地球指数。那我这边的话呢，是看晨星，也就是 Morningstar 这个分析网站它所分析出来的报告。那0050呢，它有高达5颗地球5颗地球是最高的分数。那 SPY 的部分的话呢，是只有3颗地球。所以如果你是一个非常爱护地球的，你不希望你的投资标的有太多企业是在伤害地球的话，那0050绝对是一个非常好的选择。好，那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费用的部分0050它的费用是多少呢？它的每一股的价格是141块台币左右。那 SPY 的部分的话呢，则是457块美金。那457块美金换算成台币大概就是12000块所以说呢，从这边可以看到0050它的入手门槛绝对是最低的。那 SPY 的话呢，它入手就是比较困难一点它大概要花1万多块台币。那总开销费用的部分的话，0050它是 0.43%， 那 SPY 的部分的话呢，则是 0.095%。其实我们刚刚就已经有讲过了嘛，市值越大的 ETF， 它的总开销费用就可以压得越低。所以说呢，从这边可以看到总开销费用的部分的话呢，就是 SPY 比较优异。那总开销费用到底对我们整体的基金，对我们整体的投资组合影响会有多大呢？你可以看我上面的这一期影片，我这期影片呢有跟你分享非常多有关于内扣费用的部分。1% 的内扣费用在长期下来的话，它可以吃掉我们40%以上的报酬。这是非常的惊人的好，那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这两档 ETF 它们的报酬的部分。首先我们来看一下它的股息殖利率。股息殖利率的话呢，0050现在是 2.64%， 那 SPY 的话呢则是 1.24%。那股息的部分的话呢，就是我们0050获胜。那接下来的话呢，我们来看一下1年、5年还有10年的报酬的部分。那这报酬的部分的话呢，我们可以很明显的看到SPY 它的报酬相对于0050来讲哇，可以说是翻倍近10年的报酬可以说是翻倍那如果是我们把股息再去加上我们的报酬，股价的报酬来算出它的复合报酬率的话呢，大概是多少？复合报酬的部分的话呢 ，SPY 是 16.1%， 那0050的话呢，只是 14.2%。所以我们从这边可以看到报酬率的部分的话呢，绝对是 SPY 相对于0050来讲是更好的但是过去的报酬不能说一定代表未来这边的话呢是仅供参考而已好，那经过一系列的 PK， 那我这边呢有一些心得来跟大家分享。第一个就是 SPY 它相对于0050它成立时间是更久的，而且它持股数量也更多，产业分散风险方面的话也更优异所以说如果你是注重在你投资组合的风险的部分的话呢，那 SPY 绝对是一个非常好的投资标的。那第二个就是0050它相对于 SPY 来讲，它是更容易入手的0050一股才100多块台币，但是呢 SPY 它一股就要1万多块台币所以说呢，如果你要投资的话呢，0050一定是非常好入手的，而且它殖利率也相对来讲是更高的。而且它的 ESG 指数也非常的优异如果你爱地球的话呢，那0050一定是非常好的投资标的。好，那第二个就是 SPY 内扣费用比较低长期报酬下来的话呢，会更加的优异10年的复合年报酬率是高达了 16.1%这是非常非常的高好，那今天影片到这边，如果你想要开始学习如何投资美股的话呢，可以点击我下方资讯栏里面的连结，我那边有非常多的免费学习美股的资源相信对你会非常的有帮助。那如果你想要看其他的 ETF PK 的话呢，也可以在下方留言，那我会再做影片来跟大家分享那我是不追求股市，只真心反在的 Kevin， 我们下期影片见，拜拜。